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痛苦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你完全没有路，而是你明明看到前面有路，可是偏偏走不过去。你想往前，前面有山；你想转身，后面有水；你想冲出去，现实把你卡住；你想安静等待，心里又不甘心。这种感觉就是易经第39卦水山蹇最核心的状态。蹇就是艰难、阻碍、行走不便，不是普通的小麻烦，而是那种你越急越乱、越硬闯越受伤的困局。水山蹇，上卦为坎，坎为水为险；下卦为艮，艮为山为止。山在前面挡住去路，水在外面形成危险。一个人就像走到山水交阻之地，前面不是不能走，而是不能照原本的方法走。所以水山蹇不是在告诉你人生完蛋了，而是在提醒你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每一次都往前冲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、该退、该求助、该改路、该修正自己。蹇卦的卦辞说：蹇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，贞吉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古人用方位来表示处境。西南在易经里常常代表平顺、群众、柔和、可依靠的地方，东北则带有山势阻隔、困难加重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遇到艰难，不要再往更硬、更孤立、更高压的方向走，而要往比较柔软、比较有人帮助、比较能整合资源的方向去。人生很多困局，真正可怕的不是困局本身，而是你用错方法面对困局。明明已经卡住，还要硬证明自己可以；明明资源不足，还要假装一个人扛得起；明明方向错了，还要为了面子继续走。蹇卦告诉你，这时候最不适合逞强，最适合找对人，调整方向，借助外力。卦辞说：利见大人，就是遇到困难时要去找有智慧、有经验、有格局的人。这个大人不一定是地位很高的人，也可能是愿意跟你说真话的人，是能看清全局的人，是能把你从情绪里拉出来的人。当你卡在自己的盲点时，你越想越窄，越想越痛苦。真正的大人不是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，而是让你看见自己原本看不见的路。但卦辞最后又说：贞吉，意思是在困难中求助、转向、等待，不代表失去原则。你可以改方法，但不能丢掉正道；你可以暂时停下来，但不能因此自暴自弃；你可以接受现实，但不能把错误合理化。蹇卦最深的智慧就是，困难来临时，方向要柔柔，内心要端正。大象传说：山上有水，蹇，君子以反身修德。山上有水，水本来应该往下流，可是被山绪阻隔，形成不顺，这就是蹇的画面。外在环境不顺，路途艰难，进退不易。可是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不是第一时间抱怨世界不公平，也不是马上责怪别人拖累自己，而是反身修德。这4个字是蹇卦的灵魂。反身修德不是叫你把所有错都怪在自己身上，也不是要你自责到崩溃，而是当外在遇到阻碍时，先回头检查自己，我的判断有没有偏差，我的方法有没有太硬，我的心态是不是太急，我是不是只想赢却忘了方向，我是不是一直想改变别人却没有调整自己。很多人遇到困难，第一个反应是问为什么是我？可是蹇卦要你换一个问题，这个困难在教我什么？当你这样问，人生就不只是受苦，而是在修行。初六爻说：往蹇，来运，意思是这个时候如果硬往前走，就会遇到困难，如果能退回来，反而会得到称赞。这一爻讲的是困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很多问题最初都有征兆，只是人不愿意承认。一段关系开始变得不对劲，你其实感觉到了；一个投资风险很高，你心里也知道；一份工作让你越来越消耗，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。可是人最常犯的错，就是明明感觉不对，还要说服自己再撑一下，再赌一次，再忍一点。
初六告诉你，刚开始遇到阻碍时，不要急着证明自己勇敢，懂得停下来，不是胆小，而是有智慧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会把每一条路都走到撞墙才承认错误。你及早回头，别人可能一开始不懂，但时间久了，大家会发现你不是退缩，而是避免更大的损失。所以当你发现某件事越走越卡，越做越不安，越推越费力，初六给你的建议就是，先不要急着往前，回来检查，重新评估局势，重新确认资源，重新看清人心。很多时候，退一步不是失去机会，而是保住真正的机会。六二爻说，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。这一爻很有意思。王臣遇到重重困难，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而是因为肩负责任。这讲的是在职场、家庭、团队、社会责任中，很多困难不是你自找的，而是因为你站在某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。有些人是主管，下面的人出问题他要扛；有些人是父母，孩子遇到困难他要面对；有些人是创业者，公司现金流紧张，他不能说走就走；有些人是家里的支柱，明明自己也很累，还是要照顾别人。六二告诉我们，有一种解难，不是因为你做错，而是因为你有责任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抱怨为什么都是我，而是确认我承担这件事是不是出于正当的责任。如果是，那就不要把自己看成倒霉的人，而要知道这是你生命角色的一部分。但这里也要小心，匪公之故是说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自私，不是逞强。如果你承担困难只是为了面子，怕别人说你不行，或是想控制所有人，那就不是六二的正道。真正的责任不是把自己燃烧到只剩灰，而是在困难中守住位置，也懂得寻求支援。九三爻说，往简来反，意思是往前会遇到困难，回来才是正确的反应。九三处在下卦艮的最上方，已经走到山的边界，心里很想突破，但前面就是坎险。这一爻讲的是，当你已经很接近危险边缘时，回头是唯一的智慧。人生中很多灾难不是在第一步发生，而是在我们明知不对却继续推进时发生。感情里明明对方一次又一次伤害你，你还说再给一次机会；工作上明明合伙人不可靠，你还因为已经投入太多而不肯停；金钱上明明已经亏损，你还想加码翻本。这就是九三最危险的地方。九三说，来反不是普通的退一步，而是要真正反省，真正修正，真正停止错误的延续。很多人嘴上说我要改，行动还是照旧；嘴上说我要放下，心里还在执着；嘴上说我要转向，实际上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硬闯。这不叫来反，这叫绕路自欺。当你走到九三的位置，最好的做法是承认现实，承认这条路现在不适合，承认自己的判断有盲点，承认继续下去只会更难。承认不是失败，而是让自己重新拥有选择权。六四爻说，往简来连，这一爻很适合放在人际合作来看。往前独自行动会困难，回来与人连结反而有出路。简卦走到六四，已经进入外卦坎险之中，困难更明显。但六四不是孤立无援，它的关键在连。很多人遇到困难时，第一个反应是关起门来自己扛，觉得说出来很丢脸，觉得求助代表自己没用，觉得麻烦别人不好意思。可是简卦说，真正困难的时候，孤军奋战往往不是英雄，而是危险。来连就是回到可以连结的地方，找可信任的人讨论，找专业人士协助，找团队共同承担，找家人朋友支持。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痛苦都摊开给全世界看，但你至少要找到能让你不再孤单面对的人。在工作上，六四提醒你，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压在自己身上。流程有问题就要沟通，资源不足就要协调，方向不清就要开会确认。在感情里，六四提醒你，不要用冷战和沉默处理困难，而要愿意重新连结。真正的关系不是不会遇到艰难，而是在艰难中还愿意一起面对。
九五爻说大减蓬莱，这是简卦中很关键的一爻。大减就是大困难、大阻碍、大危机，可是蓬莱，朋友来了，助理来了，志同道合的人来了。这一爻告诉我们，当困难大到一定程度，如果你的位置正，德行够，方向清楚，真正的助力会出现。但这里有一个重点，不是你一喊救命，所有人就应该来帮你。九五之所以有蓬莱，是因为他居中得正，有领导与正道之象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平常做人有信用，做事有原则，遇到困难时，别人才愿意相信你，支持你，跟你站在一起。人生很现实，危机来临时，会看出你平常累积的是人脉还是人情债，是信任还是消耗，是真朋友还是表面关系。九五提醒我们，平时要修德，困难时才有人来。你平常若只会利用别人，等到大减来临，身边的人自然散去。你平常若愿意真诚待人，守住承诺，当你遇到大困局时，反而会有人伸手。所以当你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不要只问谁可以帮我，也要问我值不值得别人帮。这不是残酷，而是成熟。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成为一个虽然困难但方向正确的人。这样，你的困难就不再只是灾难，也可能变成凝聚人心的转折点。上六爻说，王翦、来硕、吉，利见大人。到了最上爻，简难已经走到极点，如果还要继续往前，就会更困难。如果能回来，就会有大的收获，吉祥，而且仍然利于见大人。这一爻很像人生走到一个关键转折，你已经试过了，撑过了，也受过苦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继续用力，而是把困难转化成智慧。所谓来硕，不是说你退回来就什么都没失去，而是你从这场困难中带回更大的成熟，更大的眼界，更大的德行。很多人年轻时以为成功就是一路往前，永不回头。可是简卦走到最后告诉你，有些人生最大的收获，恰恰来自你愿意回头。你回头看见自己的冲动，你回头看见自己的盲点，你回头看见哪些人真正值得珍惜，你回头也看见原来生命不只有一条路。上六再次说利见大人，代表即使到了困难的最后阶段，也不要自以为完全懂了。越是经历大难，越要保持谦卑，因为人在苦难之后很容易走向两种极端，一种是从此失去信心，觉得人生没有希望，另一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，变得更固执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受苦之后仍然愿意学习，仍然愿意听进良言，仍然愿意让更高的智慧引导自己。水山简整卦看下来，其实不是一卦倒霉卦，而是一卦困难管理学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生遇到阻碍时，最怕的不是慢，而是错；最怕的不是退，而是硬创；最怕的不是求助，而是孤傲；最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失败之后还不反省。初六教我们，困难刚出现时，要懂得及早停止。六二教我们，责任带来的困难要用正道承担。九三教我们，接近危险时回头才是真勇气。六四教我们，不要孤军奋战，要回到廉洁。九五教我们，平日修德，危机时才有朋友与资源。上六教我们，走过大难，要把痛苦变成智慧，并且持续向大人学习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水山简的状态，也许你会觉得很卡很累，很想问老天爷为什么不让你顺利一点。但简卦想告诉你的不是你没有希望，而是你不能再用旧方法走下去，你需要停下来，不是放弃，而是重新看路。你需要退一步，不是失败，而是避开更大的危险。你需要求助，不是没能力，而是承认人生有些山水不能只靠一个人跨过。你需要反身修德，不是责怪自己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清醒，更柔软，更有力量。
人生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永远没有阻碍，而是遇到阻碍时，不被阻碍牵着走。你可以慢下来，可以转向，可以请教，可以等待，可以修正，但不要失去正道，不要丢掉自己的心。水山简告诉我们，困难不是叫你停在人生原地，而是逼你学会用更成熟的方法前进。当你愿意从困难中反省，愿意从阻碍中修德，愿意从孤立中连结，愿意从固执中转向，那么这座山，这片水就不只是障碍，而会成为你人生智慧的入口。你现在生命中有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怎么走都很卡？你是选择硬闯、等待、退回来，还是找人帮忙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也许你的故事正好就是另一个人正在等待的提醒。